方的这个雪山，真的太累了。一睁开眼睛，发现我们的屋顶居然开始漏水。天气终于放晴了，我终于来到马丘比丘了。我们的 Salkantay Trek 正式开始了，我已经开始喘了。祝我顺利吧。位在南美洲秘鲁的马丘比丘被誉为天空之城，除了是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以外，更是许多人一生的必访之地。这次我靠着自己的双脚，踏上为期4天3夜的 Salkantay Trek， 徒步前往这个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。行前我就知道这会是一趟非常有挑战性的行程，除了要每天凌晨起床以外，还要在3000到4000公尺的高海拔情况下行走75公里，才能抵达我们的终点马丘比丘。第一天，大家在库斯科的市中心集合之后，车子载我们到 Quizwaniyok， 我们从那边开始爬升400公尺到 Humantay Lake， 位在海拔4250公尺。成功来到 Humantay Lake， 后面就是冰川湖，这样流下来。这座冰川湖隐藏于安第斯山脉中，太阳出来的时候会呈现出美丽的绿松石色。我们现在就是走到山坡上面来，想说就是有更不一样的风景，可以看到更全面的湖面这样子。因为我们这团总共有16个人嘛，所以就是刚刚都不太好意思在大家面前拿出我的相机小社恐这样子，但是就跟蛮多人聊天的，就很多人就是都来自不一样的国家，从美国纽约来的，然后也有跟我们一样从英国伦敦、Sweden、Ireland， 还有从荷兰来的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之下，可以一次认识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人，跟他们聊天，很有趣。过几天跟他们混熟一点之后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来采访一下他们。是我们今天住的小木屋，我们跟另外一对情侣住这间，算是结束我们今天的爬坡行程。我们现在刚就是进来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，每个房间有点不一样，我们是有4个单人床，还有我现在坐着这个，然后有些人的房间是2个双人床。我们现在呢要往上走去吃午餐喽，走去大概这个位置去吃午餐。我刚才换了我的拖鞋，我要再把我的鞋子换回来了，因为穿拖鞋根本就没办法走到那边去。我觉得第一天的行程已经算 chill， 因为我们只走了好像是6公里吧，但是爬升有400公尺，主要是从入口爬到 Humantay Lake 那一段比较累一点，后面就是来我们这个今天晚上住的地方，其实有90%都是下坡，10%的上坡，就是最后走上来这个 camping site。第一天我觉得还 OK， 但听说第2天是最累的，所以就看看明天能不能撑得下去吧。就在我们吃晚餐前呢，我跟同一个房间的荷兰团员们提议，我们要不要来一场文化交流，音乐的文化交流。虽然我没录到我播的部分，但是我分享了我们的快乐崇拜，还有周杰伦的青花瓷，都是在台湾 KTV 的必点歌曲。Oh, this is a banger. Love it. 第2天呢，我们早上4点就起床了，5点吃完早餐之后，5点半准时开始爬山。第2天是所有行程里面最辛苦的一天，我们要爬到 Salkantay Mountain 的制高点4630公尺，总共要走22公里。我一度想要跟几个团员一样，就是骑马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自己把它走完，但是经起来真的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这样吧。加油，希望我可以把今天完成。现在云层有点大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到远方的这个雪山。一整天在爬山的过程中，都一直呈现一个毛毛雨的状态，还有雾气非常的重，但也因此有另外的一种神秘美。妈妈们在工作了，上工了，好辛苦。我们终于到了今天的制高点了 ，Salkantay 4630公尺。好的，大家，我们刚刚到了这次 Salkantay Trek 的最高点，现在呢就是开始往下走了，走到第2营区。因为我们今天不住那边，所以好像会有一个迷你巴士来载我们。
到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。我们从早上5点半开始爬吧，然后现在是8点多，所以其实也才爬3个小时。估计这个一路往下走的部分也还要再走好几个小时，但是撑过来了。现在就慢慢按照自己的速度，慢慢走到第2营区吧。站在山崖上的鸟。嗨，大家，我刚刚有点小感伤，因为真的太累了。可是每次很累的时候，我都会跟我自己说，是我自己选择要做这件事情的，所以只能继续加油。现在旁边有小马们陪伴我，剩最后3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了。今天终于换我们住这种 Blue Dome， 今天晚上要睡这边第2个晚上。我们终于进来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，里面超热，但是我在想应该晚上就会凉快很多。然后今天是第2个晚上嘛，这边一样只有冷水澡，没有热水澡。不过现在还蛮热的，我在猜会不会大家都会赶快先去冲个冷水澡，因为今天真的太累了。我们今天走了22公里吧，每个人都快累死了。就最后下山的时候也下个5个小时有吧，腿整个已经大拇指整个超痛。大家有爬山的话就知道，下山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个脚一直往前推，一直会碰到你的鞋子的前面，所以就那个我已经讲话讲的都不清楚了，大拇指就真的超痛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很期待等下的晚餐。房间一进来就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把我的东西丢在床上了，抬头看上是长这样子。我们今天是住在一个那种 jungle 里面，这边还有就是给你排气的，因为刚刚一进来真的超闷热的。另外这边也有，赶快先把它打开，让它透透气。晚上睡到凌晨1点半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睡袋居然是湿的，一睁开眼睛，发现我们的屋顶居然开始漏水。今天是第3天，然后明天中午要去马丘比丘。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偷懒了一下，因为早上真的太累了。我们一样有参加咖啡的制作过程，但是下午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改去泡温泉。现在就是跟大家汇合，然后这边是铁路，我们准备要沿着这个铁路走最后的10K， 我们要走到卡里恩特小镇。沿途有一段呢，我们还可以从远远的看到马丘比丘就在不远的山峰上。我们快走到今天要住的小镇了。本来定这个行程就是很希望可以自己走完嘛，但就有点可惜，今天前半段没有办法跟其他团员去爬山，但是还是蛮享受，就是去泡温泉，让脚休息一下，还是觉得很庆幸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，就有一种回到学生时期，跟大家一起露营，待在一起吃饭的感觉。明天就是最重要的马丘比丘的行程了，我们被安排是早上6点的，一样要爬1个半小时才能到山顶去看马丘比丘，所以重头戏终于要来了。希望明天可以是大晴天，大家一起祈祷。那我们明天见，大家早安。今天3点20就起床了，这几天真的是特种兵行程，每天都3、4点起来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们现在在爬往马丘比丘的路上，完全是起雾的状态，因为我们的门票是早上6点的，所以大家都4点半就开始爬，等下6点就可以进去，在那边待2个小时，带大家看看马丘比丘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顺利在早上6点爬到了马丘比丘的入口了，一大早云层还非常的重，所以大家一直在等待，等到云层渐渐散开之后，天气终于慢慢放晴。朋友们，天气终于放晴了，我终于来到马丘比丘了，真的很幸运，因为后面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人潮变得非常多。所以其实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你们要到马丘比丘的话，可以尽量早点进去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来马丘比丘看看，真的超级酷的。没有想过几百年前他们可以在2000多公尺海拔的山上建立这样一个城市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跟着导览，一起看看这个城市的样貌。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阿瓜卡里恩特热水镇，我们刚刚是直接搭巴士下来，因为其实本来就有巴士的选择。所以你不一定要爬山爬上去。金额的话是45艘，大概是台币的
360块，真的是一个超划算的360块，直接带你下山，你也不用再自己走下来，真的太累了。当然就是自己的选择啦，但是蛮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想省点时间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搭巴士上去跟下来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